拉的话，它就满值。我的跟一般的建筑师不太一样其实我做营造盖房子其实花时间比较长。那从事设计工作这种建筑师的工作，其实在那个阶段其实是比较没有那么长。来这之前我们做的像那个美浓客家文馆啊、新竹县立文化中心啊，那就得到台湾建筑奖，就是台湾的最高的奖项。921以后，被一些朋友找来这个社区，主要是因为那时候中研院还有一些做社造的，那个他们对少之前就已经在少主社区那个协助了，但是他知道这个问题比较严重，那就是要找一个有社区工作经验的，还有建筑技术这方面都有经验的人，尤其是我们又可以直接盖房子，这种经验就很少人有。那可以实质这样能够在这边能够协助这边重建，而找到我们过来。阿萨拉克阿克拉给拉玛阿德拉。最重要的是，我这个搭建的时候，只要用很简单的工具，也不要大机械，我们料件一个一个进去，再把它组装起来，用我们的轻钢就可以组装起来。建筑应该是一个集体创作。我们就是要重新建立一套系统，我们能够跟传统民居一样，能够做集体创作。是所有人可以参与的，每一个人的生活经验都可以慢慢一直积累，可以在上面积累。那时间长了，它就会出来。我们现在就要建立这个机制。我们这种构法构建的尺度跟都市尺度是有关系的。1楼的部分我们尽量维持它的原有的纹理，包括巷弄那些东西，那我们稍微加高起来，然后还可以跨越，可以上面跨越。我们很难讲说我现在做的房子是100%的，我就留很多的空间让你去调整。一段时间以后，你慢慢，你就会调到最适合的东西。所以我们的房子是等于是，也很难讲说是积木DIY 的东西，但是就是你在里边的话，你很容易改，你可以调整到你最适合的一个生活状态使用这房子的状态。所以就是说，这个房子的话，你会感觉到住在里面没有压力，你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你可以很容易修改，动手了，一定动手是很关键的啦。现在教育都在做教育改革，最前沿的就像芬兰的他们所谓的情境式的教学 （situational learning 或 teaching），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尤其学建筑的这个领域的这个行业的教育呢，这方面最缺情境式的，也就是说你必须要进入到一个盖房子全面式的直觉的那种感受。简单讲就是你要先会盖房子，然后你再来学盖房子没有灌那我看灌也可以哦。至于说我的建筑是什么这个永远讲不清楚了。不能讲是我的建筑，是大家的建筑。但是
我在哪里呢？我绝对在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分量，但是那个是什么？大家去揣摩。没有风格啊？为什么要有风格？